首先第一招，人无我有的智驾。相比于目前市面上激光雷达上千算力的长枪短炮啊，宝骏云海只有32T 的算力，7颗摄像头以及1颗前向的毫米波雷达啊，就这顶多就算小米加步枪。但是就这硬生生的压榨出来了全国都能开的高速领航、城市记忆领航，支持红绿灯识别启停和绕行的 LCC， 以及各种花式的自动泊车、自选车位泊车、记忆泊车啊，关键这些全系标配，就相当于把小米小鹏该干的事儿全都给干了。咱们废话不多说啊，直接上车体验。那这次我们先体验城区记忆领航辅助驾驶是一段已经记录过的路线，面对加塞啊、压线车，它的处理都非常的轻松啊，给我的感觉就已经很成熟了。特别是这个场景啊，我们准备向右并道啊，为下一个路口右转做准备。前方车并入咱们这侧车道啊，我们就直接选择放弃变道了啊。那结果呀，前方车辆又出来整活了，要在实线跨车道啊。这云海的处理啊，就非常像老司机，哎，就跟在后面，慢慢的就看你表演啊。另外啊，这车啊，它在超车这块也是有小脾气的。就比如说这个场景啊，云海想要并道，而后方的车辆呢一直加速，逼得很近啊。这个云海啊也不让着，就持续加速啊。经过10多秒的这个缠斗，云海成功并入车道。你干了不让我超，我也来一个啊。不过啊，在这次的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当中，我也看到了啊一些需要优化的点。就比如说 SR 界面当中啊，它不显示导航路标。我也无法判断这个机器是否并入到这个目标车道了。在部分路段啊变道成功，它也不打灯，以及在进入隧道前这个笔直的路段啊，它出现了画龙的状态。我操！往这边打一打，这个好像不对。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体验一下这个记忆泊车啊。那这次云海搭载的是灵眸 2.0 Max 版本啊，支持记忆20条路线啊，单条路线最高提升到了2公里啊，相比之前确实提升了很多。那这次啊，我特意找来了一个断头路啊，这还不算难啊，咱得要求它呀车头向外，哎，这难度一下就拔上来了。但是它很快能规划出一条路线啊，并且这个空间的利用是很极限的。在切换档位当中呢，我也没有感觉到停顿啊，就是很拟人，很像一个老司机的感觉。那你们觉得云海的这套智驾系统在同级当中算不算是一个 top 级的？杀伤力又如何呢？那接下来我们请看第二招，完善动力，变大变强。那这台车它的动力形式呢是插混和纯电都有啊。咱们先说纯电版本啊，纯电版本提供2个电池，一个是57度和69度啊，它的续航水平直接来到了500和600公里。其实相比于那个最主销的竞品来说啊，电池容量确实要更大一些。那咱们再来说一下插混版本啊，这台车它的电池是提供9度和20度2个版本，20度的版本呢是支持一个2C 快充的啊。与此同时，这台车它的油箱巨大，你知道吗？来到了53升。要知道同级别定位的这个豪华品牌奥迪 Q3， 它的油箱也只不过是60升，那是一个纯燃油车呀。那当然啊，这台车啊，其实你能发现它的车头啊，为了塞下这个1.5升4缸的这个发动机，车头特意做了一个加长。它的插混版本其实要比增程版本车头要更长一些。所以我说啊，这台车就是一个电改油。那聊完了这个外观以及它的动力形式，咱们再来看看它的内饰装修如何啊。毕竟今天这个年代，大家都拼这个内饰装修要更加的豪华和精致。那这台宝骏云海的内饰设计啊，依然延续了我们目前主流这种新能源非常简约的这种风格啊。但它是一个白黑拼的一个内饰颜色，其实还挺好看的。而且你能触手可得的地方啊，下料都特别猛，全都是软材包裹啊。上面是一个雾面皮，底下都是这种软皮的材质包裹，用料很到位。另外呢，它的所有的这种常用的功能，全都做了这种物理按键处理啊，这点也是非常方便给好评的点啊。与此同时啊，你能看到智能化的配置也很到位，主驾8.8英寸的仪表屏幕，中控屏幕15英寸的一个大屏幕啊，而且也非常的流畅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这种优点啊。但是这也有小槽点啊，就比如说这台车机它的菜单逻辑，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完美。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想给大家去记录一下能耗，想小级清零一下，长按这个功能按键呢，它是不能清零的啊，必须你得在车机屏里去清零啊。那这时候你就得找啊，结果在车辆保养里面才能找到这个小级清零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这台车它的一个，因为是插混车型嘛。我想给大家去测这个油耗表现，发现它这个在切换模式的时候，竟然不能强制保电。强制保电，你得在这个能量管理里面去找这个保电功能啊，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奇怪，对吧？跟目前大家主流的这个车型设置的逻辑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我觉得这台车的内饰啊，其实设计风格我都挺喜欢，很简约啊。就是这个门把手，它确实有点突兀，而且这个塑料这种感觉有点太
太塑料了啊！我希望这个能做优化，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最终量产版本啊，他们说会去修改，希望他们能改一个更好一点的这种设计吧。还有两个我就不知道能不能算是缺点的点啊，就是云海啊，它是一个硬顶，没有天窗天幕，确实会缺少一些敞亮的程度。但我真觉得比弄一个大天幕晒着强，你们觉得呢？另外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扶手上那个手机面板，它没有无线充电功能。但我真觉得它比这个不带散热的加热器要强，而且啊，你会细心的发现啊，下面它还预留了2个充电线穿过的口啊，所以这一点还是挺细心的。另外就是副驾驶座椅的调节是手动的啊，这个也是稍微有点缺失。这台车啊，其实综合看起来它的内饰空间也还是不错的。我作为一个1.83米的这个个子啊，其实坐在后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。整体看下来，这台车的一个内饰，我个人认为中规中矩的一个水平，它很难跟同级别对手拉出一个明显的区别，就是一个主流的水平。那最后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驾驶感受啊。这个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后异形多连杆，其实用料还是比较良心的。调教方面呢，也属于家用比较舒适的取向啊。两款车电机呢均是150千瓦，纯电版呢是7.8秒破百，其实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啊是完全够用的状态。那整个车呢，车长是不到4.6米，它的转弯半径只有5.6米啊，所以你在城市内这种3车道掉头基本都能一把过。那这台车呢，它前排是用一个双层夹胶玻璃啊，所以它的隔音精密性在同级别当中也属于一个比较主流的表现了啊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一天呀跑的里程比较少，所以能耗没有什么参考意义。那我在这儿呢放一个官方实际跑出来的一个数据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那在今天这个6边形战士铺满的一个市场之下啊，其实这台云海的标签非常明显，就是智能化做得非常强。它把过去可能20万、30万的车的这些高阶智驾功能，一下带到了10多万的这一个价位区间啊。就它的一个品牌使命，就可能是把智驾带到千家万户里面来。最后还是想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啊，你们觉得如果是元 Plus、哪吒 L 以及银河 E5 以及这台云海这4台车放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觉得智能驾驶这个因素能否驱动你们买这台车？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。我是好人哥，这里是电动车公社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